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小米刚刚发布的，不叫 CC 了啊，叫 C 位啊，换了个英文名字。这个新的小姐姐录制这一期视频的时候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啊，应该是在20几号啊，会和大家频繁见面，很多视频啊，有一些片子呢是我们提早测完了，然后提早准备的，有一些是连夜干出来的。这两台机器呢，综合体验完毕之后啊，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感觉小米在做女性化手机这块终于有点上道了。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其实之前小米的 CC 系列呢，这个意图非常明显啊，就是对标 OV 的一些偏线下、偏女性化的一些机型，就是对性能要求不高，对拍照和颜值要求比较高的这部分用户。之前小米出的一些偏女性化的一个手机呢，感觉总是有一点工程师思维的保留啊，没有做的特别彻底。但是这两台呢，首先就是外观、ID、颜值方面啊，一拿上手的感觉就是非常轻薄，6.98毫米啊，连7毫米都没到。然后重量方面呢，是在一个4500毫安时的。这么一个大电池的情况下，给你控制到了166克，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值得点赞的点啊。金属的这个中框啊，还有就是双曲面的这个玻璃背板，整个这个手机的塑料支架是几乎给做没了啊。在边角的地方呢，其实你能看到这个一点点，但是它给放进去了啊，所以说整个的精致感上面是非常好的。这台手机精致度上，大家可以去线下体验一下啊。我们这个叫闪闪黑，它是一个比较粗的一个 AG 的一个工艺，就是完全没有指纹。这台呢叫青青蓝色啊，这个就是一个渐变啊，这个橙色还有一点这种浅蓝色的这个渐变。它这个 AG 工艺呢，颗粒感要磨得非常的细啊，比这个黑色要细很多。然后蓬蓬粉色呢，好像是说那种有那种毛绒的感觉，我没见到真机啊，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那种大面积的 AG， 就是类似于雪片的那种纹理，我看效果图大概是那样的啊。它这次呢，号称啊是小米手机史上最窄的一个下巴，2.55毫米，是采用了这个 COP 的这个封装工艺，所以说这台机呢正面 ID 上啊，基本做到了两边等宽，然后这个两侧呢是微曲面的设计，所以视觉上就减窄。它整个这个机身呢做的是比较窄长的，没有特别大啊，6.55寸的一块 AMOLED 钻牌的这个屏幕，什么 P341 120赫兹、200赫兹触控采样率，基础参数给大家打一下。这块屏幕我们体验的这段时间里边，这两台啊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并不需要太担心。对于小米的手机，这个屏幕比较难得的就是它的这个内外 R 角啊，基本上做的一样了。因为之前其实其他家也有，小米也有很多机型，它内外 R 角不一样，所以说你在正面看着就感觉有这种小耳朵，或者说这个下巴有这个伸出来的这个感觉。本视频由小白优品 APP 独家赞助播出，全品类精品二手商城，生活用品5折起，能买也能卖，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正面的这个前摄啊，因为它是一个偏女性化的手机嘛，是很重点的啊，它是单个摄像头3200万的一个像素。我们打到前摄，嚯，这帅小伙最近瘦了很多啊，是吧？感受到我最近瘦了的，扣个1。我们打开闪光灯，哪个品牌会感觉很熟悉呢？它也是在这个前面的这个中框啊，其实它是坐在了这个金属中框跟前面板上面那个黑边底下。这很刁钻的一个角度啊，给你做下了2颗闪光灯，然后你在不打开的时候啊，我们现在把它关闭，你是发现不了的，你完完全全看不见，即便是有这种侧边的光线打在上面，我感觉都发现不了。动画方面，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版本的 bug， 我们把闪光灯关闭的时候啊，它这个镜头模组呢，其实没有那么的，你看刚才跳了一下，就是它好像是还没有适配好啊，这个。前置，你看，又变大了一下，它这系统还不知道它前置这个挖孔是要小一些的，它自己给扩大了一些，这应该是个小 bug 啊，非常这个抓女生的心思啊，它给你做成了那种化妆镜的一个画面，然后啊，这个美颜效果是吧？啊，拍一张。摄影灯打到我这个镜片上，感觉好像是给我画了一层眼影一样啊。化妆镜这个效果呢，人物是居中的，正好呢，它这个化妆镜周围的这一圈呢，屏幕也是全部变白了。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进一步可以把屏幕当成补光灯来去给你提亮，但是它也会影响一些旁边的这个视野啊。我好像暂时还没有找到开关可以把这个给关掉啊，横屏它也不会关闭。它可能会影响一点视野。一个钢铁直男是没啥看头的，我用了3杯奶茶，让我们的行政小姐姐拍了一些。后置镜头在 ID 设计方面，它做的是比较小的，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大家看到的很多把镜头模组搞得很大的，就是它故意搞大了，它是确实可以做得很小的。你把闪光灯下边这一块遮住，你感觉一下，这3颗镜头就是可以这么小坐在一起啊。它主摄呢是
6400万的 GW3 啊，最近我们是第3次见这颗镜头了啊，这个1.97英寸的这个底，800万的一个广角，还有一颗战术镜头啊，我们前期也简单拍了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核心配置方面呢是778G 的处理器，然后我们参数给大家打出来。需要注意的就是它是 LPDDR4X 加上 UFS 2.2的这套组合啊，这3个配置加在一起的话呢，这个大型游戏就算了啊，如果要是普通的吃鸡和王者呢，应该是可以胜任的。具体速度方面我们也跑了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是55瓦的一个有线充电，然后是不支持无线充的双扬器啊，它是2个型号，而且呢，其实它这个应该不算是听筒式双扬器，因为它在这个听筒的2侧呢还故意的开了一些小缝隙，它是一个非常窄的 T 字形的一个造型，反正我们直接听一下。所以说红外肯定也是要保留的 NFC， 然后它是一个 Z 轴的马达。简单总结，在机器本身方面啊，我觉得这应该是小米在近几年在偏向于女性化手机这块做的完成度最高的、最上道的一台。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轻薄和自拍，是这台机器比较大的这个特点。还有这个颜色方面啊，问一下大家，这台蓝色和这台黑色，这台是1，这台是2，大家更倾向于哪一个呢？肯定我这个钢铁直男会选这个黑色啊。ID 设计方面就见仁见智了，肯定有些人还会觉得它照 OA 的这种对标的机型呢，肯定还差点意思。比如说它这个蓝色的这个金属中框啊，我觉得这个饱和度调的就有一点点的高，这个我个人审美啊。如果要是再低一些的话呢，就和它后背的这个淡淡的蓝色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呼应。现在有点那种黄金的那种感觉，饱和度稍微高了那么一点哦。对了，因为它机身做的是比较薄，所以说它这个插孔呢并没有放在居中的位置，而是偏下的。从配置上来说呢，742这条组合啊，照这个851那肯定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就看这个大家的这个需求。其实最近除了新 iPhone 之外啊，我们体验到的这些机型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用户属性的，就是我就是针对这群用户做的啊这个手机。但是这台机的电池容量在这类型的机型里边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了。在整个市场上来说呢，其实小米大家都知道开设了很多这个小米之家线下店铺的也是非常开的，但是呢有很多机型啊，其实在线下它没有大家想象中卖的那么好，就是这种第一手上手的这个颜值这种质感啊，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决定作用的。因为你在网上看图片或者说看参数的时候感知不到，你看看我们的这个测评视频体验视频，你也感知没有那么明确。但是线下逛商场的时候，爸妈或者说姐姐这个女朋友一拿起来，哎，这个轻薄哎，这个第一感觉是特别重要的，这就像是见人的时候这个第一印象一样。小米呢在这方面之前做的确实是有些欠缺，它的工程师思维呢一直是比较重的，这也是它整个品牌创立起来了之后，就是基于这种基友的这种文化延续下来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这些机型呢就是做平衡、做改进的啊，是需要后面小米去做尝试的。这个优点方面就是前置，然后还有它的电池容量啊，整个机器的这个轻薄啊，这些都是优点啊。缺点方面就是核心配置方面比较低，这个742的组合，如果要是给女朋友啊什么之类的，你得看看它有没有什么大型游戏的这个需求，如果有的话，那么可能870要更加适合你。OK， 满分10分的话，这次小米 CV 给几分呢？可以做个弹幕。最近我们数据库这边压力确实非常大啊，这个测数据需要大量的时间啊，都排着队呢，后续会陆续的更新到小白测评的数据库里面。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啊，记得给我们转发，然后点赞，特别感谢。更多内容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